大家好，我係徐立賢，歡迎嚟到跨市博弈。當你見到市場回調，你係咪會本能咁撳入去，打開交易應用程式，然後默念一句又係特價時間啊？你係咪真係相信每一次下跌都只會係一場短暫嘅情緒調整，最終會以一個華麗嘅 V 型反彈收場？如果呢個就係你嘅投資劇本，咁你可能已經患上咗一種極度危險嘅心理疾病，我哋叫佢做牛市麻痹症。呢個共識係華爾街用16年嘅溫柔精心培養出嚟嘅集體幻覺。好多人覺得今日嘅熊市就好似快餐店嘅餐，嚟得快去得更快。2020年嘅熊市用咗4個月就收復失地，2022年更加係8個月內滿血復活。你喺社交媒體上面見到個個都喺度沾沾自喜咁炫耀我又撈底成功嘅戰績，但係如果我同你講，你所見到嘅呢啲閃電熊根本唔係真正嘅熊市，而係一場被央行精心保護嘅情緒矯正，你信唔信呢？老實講，喺過去呢16年嘅美股牛市入邊，我哋的確見證咗一個世代嘅投資者，佢哋嘅實戰記憶頂多就係嚟自2020年嗰場史上最快嘅寬鬆同最快嘅反彈。傳統智慧話學費太便宜，你就唔會記得課本內容。金融市場亦都一樣㗎，你只需要肯買入並持有，或者追逐任何一個風口，你就可以享受到接近免費嘅風險回報。但係如果你從最底層嘅因果結構去睇歷史，你就會發現一個極其冷酷嘅事實。喺歷史長河入面，如果熊市伴隨經濟衰退，美股指數要重回前高，平均需要81個月，即係7年時間。就算冇衰退，平均都要21個月，差唔多2年。呢個同你認知入邊嗰啲4個月、8個月嘅閃回完全唔係同一回事。真正嘅熊市從來都係一場折磨人心嘅馬拉松，唔係100米衝刺嚟嘅。講到呢度呢，你可能會覺得 OK， 我知道有風險，但係大跌市大家咪一齊跌咯，我捱得住嘅喎。呢個就係最危險嘅盲點嚟啦。常被人遺忘嘅一點係市場教訓帶嚟嘅痛感，從來都唔係同跌幅嘅百分比有關，而係同你嘅本金絕對值高度正相關。呢個就係最殘酷嘅市場現實主義。當你只有10萬蚊資產嘅時候，跌40%係4萬蚊，難受㗎。但你仲可以自我安慰話呢筆係學費嚟嘅。但係當你嘅資產成長到1000萬元嘅時候呢，跌40%就係400萬元。呢筆錢可能係你一個單位嘅首付，可能係你一段創業嘅啟動資金，甚至係你未來10年嘅退休生活緩衝。呢個時候你就會發現，教科書裏面嗰句長期股市總會創新高嘅安慰句，瞬間就會變成一種無效嘅噪音。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2008年真正恐慌嘅多數都唔係啱啱入場嘅後生仔，而係中年以後資產規模可觀嘅一群。後生仔用嘅係人力資本當緩衝，佢哋理論上應該機械式咁買入，因為嗰啲係清倉大拍賣嚟㗎嘛。但係退休前後嘅投資者，佢哋用嘅係現金流同心理承受力當緩衝。一見到辛苦，30年累積嘅市值喺熒幕上蒸發幾百萬元，教科書嘅理性就即刻退位，取而代之嘅係先斬一半比較安心嘅直覺。諷刺嘅係呢一輪前所未有嘅財富膨脹，正正係建立喺短暫快速復原嘅下跌歷史之上。每一個喺過去10多年致富嘅投資者都共享同一個隱性假設，任何下跌都會喺可預見嘅時間內被新高抹平。於是乎，風險管理被你哋視為收益拖累，現金被你哋稱為懦弱，分散投資被你哋評為冇信念。但係一旦真正嘅長熊來臨，你喺牛市中被讚為高信念、高槓桿、高集中度嘅特質，就會喺短時間內全部翻譯成永不超生嘅詛咒。真正危險嘅，從來都唔係嗰幾次被大家口耳相傳嘅暴跌，而係嗰啲超過一代人未經歷大虧損嘅漫長歲月。市場結構會自然偏向加槓桿、集中賭注、壓縮防禦資產，而你就係喺呢個系統動力學入邊成為咗最脆弱嘅獵物。所以真正值得問你嘅問題，唔係會唔會再崩一次，更加唔係下一次崩盤會喺幾時。呢啲係賭仔先會問嘅問題。真正嘅終極考問係下一次長熊來臨嘅時候，你嘅行為會唔會比上一次好睇一啲？你嘅投資組合係咪過度集中？係咪過度槓桿？你係咪已經習慣咗用歷史回測替自己嘅貪婪辯護，卻忘記每一次新崩盤都會刷新回測嘅邊界？真正成熟嘅投資態度往往都係近乎無聊嘅，不加槓桿，不重壓單一標的，承認自己預測唔到崩盤時間，只能夠預先為崩盤存在呢件事做結構上嘅準備。呢種為咗活過熊市而犧牲一啲牛市收益嘅態度，喺16年嘅順風中顯得土氣而保守。但係喺統計長河入面，佢先係極少數能夠熬完整個循環嘅策略。我哋跨市博弈會為你提供深度嘅市場底層結構嘅系統性分析，幫你擺脫牛市思維嘅慣性。
成為一個冷靜嘅玩家，而唔係一個被情緒操控嘅獵物。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如果有興趣，請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及 Patreon 會員資料喺下面 info box。我係跨市博弈徐立言，下次節目再見。